我下县城走访，没在呀。你们已经到怀光了？我们已经在下城区了。那行吧，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。好。老师下县城了。王老师亲自下县城了。我们可以先去一趟下城分局。正好，我订的宾馆离下城分局很近，而且看了一下图片，应该挺干净的。干净就好。那你订几间房间？1间。走吧。好像看起来没有照片上那么干净。我可以。还可以吗？可以。虽然他时不时都联系不上，但这次啊绝对有问题。他爷爷奶奶迁坟这个事儿啊，半年前就定下了，是大事儿。这临时到日子找不到人，是不是不正常？都没有啊，所以说我说他失踪了呀。电话关机，信息不回，我找3、4天了，绝对出事了，我告诉你。什么事情？江城不见了，严斌很担心。江城的事儿，你没跟他说什么吧？你说，一个人真的会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吗？人是情境的动物。那时候，我一直以为蒋成是一个善良、正直的人。对爱的人有信仰，没有错。爱过，过去了。我们是警察，一切看证据。是啊。哎，碰钉子了吧？我跟你讲了，今天不要来，你就是不听。你在别的地方那是神兵天将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就是妥妥的一把扫帚星，你心里没数啊你？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问他。当年这个案子已经破了，是我的一份申诉材料直接递给了省高检，让他们栽了个大跟头。那也不能怪你的呀。撒完了吧？啊，撒完了说正事了啊。行了，这件事情就别指望他们了。你上次跟我说你怀疑戚岩是双胞胎的事儿，我倒是查到了一点线索，想听吗？20年，我这都卸甲归田了啊，你还来劳动我，过分了，老主任。什么叫劳动你？不就让你回忆回忆吗？你这能回问到我呢，说明这案子走投无路了是吧？什么叫走投无路？这不是新线索吗？你好好看看。看，作案人
对女性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。单亲家庭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！我问你，你几十年都待在这个下城区，有没有一个家庭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而且还养不了孩子的？你好好回忆回忆。我想想，哎，你还记得第一个被害人不？记得呀。再往前倒个几年，在走访那一带的时候啊，把他们那个附近的片区啊查了个遍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其中有一户人家跟我说啊，他这个房子呢是用于出租的，他曾经呢租给过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长得特别漂亮，所以他印象特别深。他跟我说啊，这女的吧，没工作，也不出去，但是呢，却有不同的男人来找她。涉黄啊？这个咱们不能确定。我记得他有2个邻居啊，就是不停的跟我唠，说什么，这家人家啊找了一个不干净的女人，还挣一些不三不四的钱。他有儿子吗？有啊，2儿子，双胞胎。有查过这个女人吗？饿了吧？当年的扫黄组接了警以后，去了一趟，发现那个女人一大早就搬走了。除了知道这个女人长得漂亮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，加上房东也没有跟她签什么正规的房屋租赁合同，就没有了任何消息。就连她有个双胞胎儿子的事儿，还是房东无意中发现的。当时这个房东吧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，他说有一天呢，他上门去抄水表，家里没人，他就看见这个客厅的桌上啊有一张照片，这女的不是长得特别漂亮吗？他就多看了照片几眼。他说啊，是这女的和他那2儿子的合影，这2儿子长得是一模一样。那也就是说，只见过照片，没见过孩子。哎呀，现在的说法呀，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，信息的来源都是来自于房东和邻居们的一面之词，那只能不了了之。那明天我再去趟分局，让他们查一下出生证明。双胞胎的话，范围应该不会很大。查过了，没有符合犯罪侧写的。那这个女人租房的地址有？有，查不到孩子，就查这个母亲。再去找房东有这个必要？不用找房东，去找一下那个片区的皮条客。你们调查这个事情啊，连个明确的目标都没有，20、30年了，你扔上哪儿给你捞人去？治安的扫黄记录总有吧？我们想从有前科的人开始筛查。李队，您觉得呢？电脑就输入了2000年，你们要查的早就超过10年段了，我的同志。纸质版的总有吧？但愿没有被老鼠啃了。老李，李大夫，老什么李呀，老李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在我这儿也没面子。当年他给我俩害得不轻，到现在一直没有安生。都在这儿了。哎呀，各位领导，别怪我不协助你们啊！你们也都看见了，我这儿警力少，希望同志们呢多理解。小许呢，我就留给你们了，陪着你们在这儿啊，慢慢的大海捞针。这样如果能查到，那我算心服口服。我还有别的案子，说别了。老李说的对呀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这样吧，咱们兵分2路，扫黄这块我熟，我去街上摸摸底，你们继续在这筛资料，
重点看看那些有前科的人现在在做什么。要是这20-30年都在同一片混的，就给单拎出来，说不定就有什么线索了。哎，小周丫头，这个主意不错。那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一个人 OK 的。我可以跟你带。带着他们，带着他们啊！行，这有我。行，那走吧。王老师，那我们先出去了。哎，好。我负责左边，你负责右边，一会儿路口集合。好。老帅哥，买个气球给女朋友吗？结婚了。哦，这买给孩子吗？我在前面路口等你。啊，帅哥，买一个吧，男孩女孩都能玩。你看这小狗多漂亮啊！韩生，你在哪儿？小狗好可爱，是给我的吗？走吧，我们上去坐会儿啊。走吧，没关系，帅哥是哪里人？他都拒绝你了，姐姐。你谁啊你？你凭什么动我？我最讨厌别的女人对他动手动脚的。叫什么名字？钓鱼执法，这本下的真够大的。问什么答什么，是不是想让我请你走一趟？名字？菲菲。真名？菲菲李。做什么的呀？你人都抓了，你问我做什么的？我还想问你们做什么。给我严肃点儿。想跟你打听点事儿。哦，不是扫黄的，我就说嘛，这附近警察我都眼熟，没见过个扫黄组还有女人啊。我想知道，谁管你啊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那就是有人管喽。我嘴有这么一说。韩生，跟你说，我呢，平时的活都是自己找的，也有一部分是别人发给我的，一单800，抽我3把水。谁给你派活？红哥。红哥，全名什么？就知道叫红哥，又不是上学，谁跟你说全名？他这行干了多久了？他一直干这个吧，反正比我久。是这个吧？叫红尘。把他带回来问问。这个。这有什么难的？现在又不是大海里捞针。老李，老李，那个老王，周警官、江警官。这个洪城交代了，20多年前那片区域是他的一个老大哥，叫于亮的，在做这档子事情。这个于亮呢，在里边蹲了几年，现在已经出来了。那双胞胎的事儿你问了吗？问了，
关键就在这儿。这个洪成啊，听于亮吹过，说是在年轻的时候，他和一个养了双胞胎的女人谈过恋爱。于亮地址有吗？哦，有，在这儿。我把所有能查到的信息都给你们打印了一份。谢谢你。嗨，老李，我在你这儿还是有点面子吧？你有什么面子呀？不是看人舅舅我的面子。老李，哎，我知道你们要找的人是谁，是戚真。我当年认识戚真的时候，他来怀光讨生活，到了我的地盘，他一来，我手底下的那些姑娘就没生意做了，所以我就上门去找麻烦。一看见他，我就明白了，真真长得很漂亮，是那种男人看上一眼就会迷上的女人。后来我又去找过她几次麻烦，哎，没想到一来二去的成了熟人，才知道啊，她不是一个人，还带着个孩子，亲生的，原来是双胞胎，哥哥死了，留下个弟弟。孩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名儿不清楚，小名儿叫安安，还是妍妍。真真很忌讳别人问他孩子的事儿，所以也没多问。他为什么忌讳？他担心孩子被人抢走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夜里下着雨，他着急忙慌的来拍我的门，说孩子丢了。我看他急啊，我拿着电话就要报警，谁知道他一把就把我电话抢过去了，说什么也不让。这真真吧，失去过一个儿子，受过刺激，这儿有点神经兮兮的，总觉得有人要把他这个孩子也抢走。后来我在他们家柜子里把孩子找着了。柜子？对，就柜子里。他这个孩子，当时他多大？上学吗？当时10岁左右吧，没上学，真真不让，也不让出门，天天就窝在家里。他说他自己教的。真真有时候缝个衣服啊，干个手工什么的，那孩子就在旁边看着。真真喜欢弹钢琴，孩子也愿意听。我想，这就是他们俩最大的娱乐吧。他干嘛？好看。这母子俩感情挺好的。那孩子基本上就没离开过真真的视线，就连如果有人上门的话，就把那孩子找地儿藏起来。心情这么好呀？我喜欢黑夜。江少，你知道被关在一个漆黑封闭的柜子里是什么感觉吗？窒息、恐惧。我喜欢黑夜。
你会觉得很安全，就像黑夜里的猫头鹰，只有你能看得见、听得到，整个世界好像在你的掌控之中，可是根本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。您看看，这个是气焰吗？这太模糊了。再说，他那时候还是个孩子，这看不出来。那你知道戚真现在在哪儿吗？我还以为你们知道啊。他们母子俩失踪很多年了。最后一次您跟他见面是在哪儿？你还记得吗？什么时候记不太清了，这好像是92年吧，地点我记得很清楚，在怀光医院。他因为自杀被送进医院了。割腕了？割腕。我当时去医院看他，他躺在床上，脸色煞白。我当时劝他，我说：“你不为自己想，你也得为孩子想啊！你死了，孩子怎么办？”他呀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就躺在那儿，眼睛里看不到一点光，就像个活死人。幸亏当时派出所的同志挨家挨户的上门搞这个户籍调查，不然他当时就死了。后来我再去医院的时候，真真就不见了。我问医生还有护士，他们说他自己偷偷走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人间蒸发了。可我总觉得他们没死，他还活着。也许他根本就没跑远，他也许就在怀光。这些年，我好像看见过他几回。有一次远远的，就在胡同口，等我跑过去，人就没了。有一次在大街上，好像就擦肩而过，可我一扭头，人就不见了。我弄不清这到底是我的幻觉，还是我真看见了。你说，一个女人为了孩子，她什么都肯干，什么都干了，她已经没有底线了。可她为什么要自杀呀？她死了，孩子怎么办呢？我就是不明白。在你们印象当中，戚真有没有穿过红色的衣服？有。她喜欢红色，那裙子多半都是她自己做的，很漂亮。戚真，她年轻的时候割腕自杀过。在我们所有的案件中，死者腕部的致命伤是统一的犯罪标记。难道戚岩在作案的过程当中，不断布置出一个个充满仪式色彩的现场，应该是他对于母亲割腕自杀情景的投射。通过情景重现，不断地让自己回到那个时刻，以此来寻求心理上某种安慰和寄托。但他这么做的原因，我还没有想到。一般来说，伤痛的记忆不会去想刻意重复，杀人也不是为了自我折磨，导致戚真想要自杀的原因，导致戚岩不断复刻自杀场景的原因。如果我们弄清楚这两点，就可以在心理上完完全全地掌握住戚岩这个人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师傅，我们想去见一下当年救助戚真的那个民警。可以啊，直接找当地派出所啊。管户籍的人应该不会太多，
很容易找。那您不知道了，咱们江大教授啊，在怀光这个地方不太受待见，我们都碰了好几次壁了。没想到江教授也有不灵的时候啊。没关系，我来跟他们说啊，直接发函呗，好吧？这好容易有了确凿的证据，没人敢耽误办案。行。师傅，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了。那行。哎呀，找到这个奇珍太不容易了，你们辛苦了。行，您早点休息。好，再见啊。天哪，我师傅可太能聊了，都聊了半个多小时，帮我拿瓶水呗。你好香啊，今天是花香味儿。国有小玫瑰吗？江教授会开玩笑了。一直都会。他骗人。之前，我以为你跟我第一间房是想跟我在一起。是和你在一起啊？是吗？嗯。睡觉。我不是故意的，确实是没有房了，只有表姐。而且你需要钱，我想让你睡得舒服一点。你怎么知道我需要钱？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什么都会知道的。你说月亮，他为什么会那么在意起这样？等了他20年了，不会只是因为她漂亮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执着吧。但是我是真的能感觉到，他是真的在等他，他能等一辈子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愿意吗？我等过，然后我懂了一句话：能勇敢的说再见的人，会被奖励一个新的开始。你等吧，龙龙。你还在叫什么？老公。在岸上，你是一个好老公。张姐，以后没有孩子了，教授别走。我想我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。